昨天，中俄联合演习编队跟辽宁舰航母编队从三面把日本合围了起来。全世界媒体的沉默可以说是震耳欲聋，曾经高喊什么联盟、什么主义都不如如今的军舰航母实打实的口袋阵来得更响亮。战后80年了，西太平洋上100多艘舰船，6000枚以上的垂发单元，中俄两国编队会合，明确表示两国有力量保障地区安全局势，美军竟然毫无反应，北约也视若无睹。一大票曾经金抓抓的西方媒体现在集体哑火。日本右翼和现在的绿营开会呀，背景音乐都应该是多么痛的领悟。如今日本面对的是被杀鸡取卵的未来。曾经美国为主的西方还只是拿它的蛋，现在日本制造业下不出蛋了，饿得双眼冒光的盟友看日本需要它作为一盘菜的意愿，远远大于需要它做一把刀的疯狂。尤其是这几天中俄的动向来看，日本这柄动辄就要赌国运的刀已经被中俄这两个活爹牢牢地锁在了日本海内，彻底断送了任何政治集团想借日本豪赌的念头。这个部署无异于在说，我若如此这般，阁下还有军力还是有财力来应对呢？东亚到西太的格局已经被事实性的改变了，所以现在留给急需要现钱给选民发福利的欧美政客来说，唯一的选项就是趁着日本还有2两肉分而食之。前不久日本刚刚公布实际 GDP 萎缩 2.3%， 大幅负增长，日本有些地方已经都开始发粮票了，就是定量配给粮食，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作为曾经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在93年到95年左右，几乎跟美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工业比值齐平的国家，两国当时的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都有 22% 那么多。而日本在95年的时候，人均 GDP 就是4万美元，到了21年的时候还是4万美元，26年经济几乎零增长，美元每年都在通胀，但是日本人的收入折合下来，每年都还是这么多美元。可是26年前的美元和今天的美元能买到的东西可就差得太多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每年都在硬吃通货膨胀，26年下来，每年的实际生活水平都在下跌。假如把日本经济比作一个鸡舍，理论上鸡一直在下蛋，蛋的总量是会不断增加的，那鸡舍的规模就会不断扩大呀。然而30多年，这脚盆鸡舍呀，不仅蛋被取走了，按照今年这个 GDP 的下降来看，实际上主人已经开始杀鸡了。日本对于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利益集团一共有3个价值。第一是作为制造业的支撑，资本一定要经过制造业转化为商品，货币得有货才有支撑的。西方国家不断的去工业化，实际上就现在只靠日本和德国撑着，而德国的是高端制造业，日本的商品其实跟很多南方国家是一个待遇，榨取国内的劳动剩余，然后低价出口，用本国的劳动撑住滥发的美元，这就是拿走鸡蛋。那它的第2个价值呢，就是日元作为美元霸权的重要环节。全球日元套息交易规模达到 19.2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 GDP 的5倍。日元的长期低利率其实就成为了美元流动性的影子水库，成为全球重要的货币嘛。老有人拿这个说事儿，说日元何其重要啊，日本非常强大从金融数据看超级繁荣。可实际上日元保持低息，被全球投资人从他的央行借出来投入美国或者海外市场，这不就是拿着自己的劳动和商品换来的水肥了别人家的田吗？这有啥好标榜羡慕甚至自愧不如的呢？我给各位捋一下就是日本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卖给了美国，然后美国付给日本的钱又被还给了美国，拿去吃利息或者做投资，或者再借给美国，就是买国债嘛。那货卖了，收的钱又还给了对方，自己只得到了什么？一点利息。蛋给了对方，对方给了一捧饲料，又还给了人家，自己就留下2颗叫利息的米。就这样，日本的工业和科技这些资本敏感型的行业就根本没有资源进行发展，人都饿得跟鸡一样，吃那么一丁点的东西，平均身高都给饿矮了。它真不是一种调侃本该用商品换回来的生产资料不在国内流动，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局。有些动辄就要对比人民币国际化，还不如人家日元的一个零头，这种人不知道是何居心，过了几天吃饱饭的日子，醉叹了吗？在之前这2个功能的基础上，其实才构建出了日本的第3个价值，就是地缘上作为西太的桥头堡的价值。可是要明白，地缘功能其实是建立在日本有前2个价值的基础上的，有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价值，西方才要保住它。同时，当作为循环末梢的日本具有前2个价值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西方的经济循环是健康有力的，实力是可以保持在西太的。
所以地缘价值是结果是现象，却不是核心原因。换言之，当日本不具备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价值的时候，地缘价值也会随之消失。同时，美西方保护这个地缘的能力也在下降。如今中俄的演习和我国100艘舰艇绕琉球群岛正常训练，日本所谓的盟友让他们不要大惊小怪，就可以一声不吭，其实就是根本性的转向。地缘军事力量的博弈是没有滞后性的。Now or never 这样的局面真正代表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报价只值这么多了。昨天有个微言大义的新闻说10号就是在给日本包饺子阵的这当天，中美两军视频工作会议商定在26年中方将协助美方查找抗日战争以来美军在华失踪人员的遗骸。不要小看这个消息，川普一直都想通过一些保守主义价值观凝聚选民，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接自家战士遗骸的时候，那种崇敬缅怀的情绪，就能理解川普是想打什么牌了。而这些美军士兵当时可都是抗日牺牲的，打这个牌就等同于彻底改变民主党一直以来推动的日本战后受害者化、无责化的倾向。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的画风也从3月份在硫磺岛上说美日英勇共同作战，到了12月6号里根国防论坛上痛斥盟友搭防务便车的行为，并表示不会再容忍依赖美国安全保障却不愿意足额买单的行为。他表扬了谁呢？韩国、波兰、以色列等主动增加军费的模范盟友，并将承诺给予其特别优待，就差直接点名日本和欧盟了。日本对于 G7 国家的制造业支撑的价值和对于整个美元金融系统的融通反哺价值都在慢慢消失。我们掏空日本制造业在供应链上的分工角色的时候，其实就决定了日本现在的结局。曾经最具有碾压实力在华的汽车出口的变化，就是日本制造业在全球衰退的一个缩影。21年日系3大车企在华份额高达20%，而3年后24年降到了1成，日产24年在华销量仅剩不足70万辆，比5年前峰值暴跌了一半。而它的纯电车车型2个月累计销量不足50台。本田自从去年跌破100万销量之后，那真是一路下滑，今年甚至可能跌破60万。表现相对稳定的丰田，其实就是在靠低价策略维持着销量，利润暴跌了6成。从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到打印机、相机、手机等消费电子，日本的出口额也是以每年10%的速度逐年在我国下降的。所谓的有护城河的高端制造业，其实已经大面积失守了。芯片领域在成熟制程上面，我国已经在全球具有绝对领先的优势了。曾经遥遥领先的索尼 CMOS 现在也在失去最后的版图。豪威集团的产品已经在我国的高端手机中抢占了它的份额，精密加工、高端轴承国产化率已经突破70%这个卡脖子的比例了，全面突围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日本的金融结构，我也在前面给大家讲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多少资源留在日本，使日本的高端制造业进行突围。日本的制造业其实有一个笑谈就是说每次它的产业抉择它都能选错。半导体专注于这个 DRAM 存储芯片，忽视这个 CPU、GPU 等逻辑芯片的市场，结果悲剧了。将新能源转型全部押注于氢燃料电池，忽视纯电动路线，结果又悲剧了。电视压注等离子，忽视液晶显示技术，结果还是悲剧了。机器人投入巨资开发人形机器人的表情、皮肤、动作等更像人的表面功能，忽略深度学习、机械平衡能力这些核心要素，结果更悲剧了。大家觉得是日本运气不太好，其实根源是，首先一切技术路线在种子时期最该做的就是每个都种一下。然而前面不是说了吗？日元非常了不起的去给全球当重要货币了，只留下那么2粒米，所以他们就只能赌单一的路线能够生根发芽。那第二呢，技术路线其实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日本机器人开发这种估计是被那个塑胶娃娃给带跑偏了。其实它绝大多数的别的科技路线，如果坚持走，有足够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合，未尝就一定走不通。比如氢能利用，我们现在也还在尝试，但是还是那个问题，米太少了，蛋都被拿走了，哪里能孵出小鸡呢？而我们做的事情大家是知道的，玩一行就玩坏一行的破规矩。以前搞垄断搞议价那一套我们通通都不干，就是一个量大管饱，干就完了，谁干不动，谁没有资源，谁体量小谁出局。现在德国的工业都拖家带口的往中国跑，一个太仓500多家德企，猪肘子的口味都给整出巴伐利亚的原味风格了。最后谁淘汰出局，谁独占鳌头，已经一目了然。
而现在，除了日本，全球的制造业都在涌向中国的技术和供应链的现实下，即将发生的改变必然是全球金融结构的深刻变革。我们掌握了全球的制造业，拥有了工业品的定价权之后，也就意味着现有的美元金融秩序从制造业的全流程抽取铸币税的利润将所剩无几，人民币的信用支撑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权货币的信用来源啊，就是要么能造，要么能抢。说白了，就是货币是主权国家给你的债券，你拿着这个我认可的纸就可以跟我换东西，要么呢我一直都有东西造出来跟你换，要么呢抢也能抢来东西跟你换。日元地位不断下降的核心原因就是它造不出来了，它的钱换不来东西。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美元却还能继续坚持，跟石油滋生美军有很大的关系，可以用石油喜儿来抵债吗？而我们两个能力都有，所以人民币未来既可以用来做贸易交易，也可以用来保值避险。美元各方面的优势都衰落的情况下，全球对于美元的总量需求必然下降。那么作为美元流动性的影子水库的日元，从需求端就会丧失地位，而从价值端又会因为自身的生产下降，常年逆差，进一步贬值。日本在如今的制造业的地位基本丧失之后，5年之内也会丧失掉它金融层面对西方的价值。以这样的角度再看美国人最近几个非常务实的表态，降关税、卖芯片、不折腾、搞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靠谱了。因为打不过就加入，才是最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本身日本的经济崛起就是美国经济能力足以触及西太的最远端的表现，但是作为最远端的棋子，一定是执棋者的力量衰退时第一枚放弃的弃子。如今在美国今年势大力沉的关税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依然可以稳如泰山。11月1万亿的顺差，就是咱家军舰雄赳赳气昂昂出海的底气。战争不是不争包子争口气，是真金白银的生意和投入产出比。日本曾经打赢的3场战争，都是靠着西方购买它的战争债券才玩转的，不是有一帮战争疯子，就有钢铁、石油、飞机、大炮凭空产生。而现在日本人拍些扭曲历史观的歪电影啊，一会儿打服了美国，一会儿保住了国土，剧情要么是美日合建的超级军舰被日本主角控制了，然后取得了胜利，要么是当年德国造了一个超级的武器，被日本主角发现了，保卫了国家。就这种拍给最魔怔的右翼铁杆的奇葩电影，都不敢说这东西是他自己造的，生怕想象力过于瑰丽，即使是大小脑都所剩无几的观众都难以入戏。就可以想见，本子现在很清楚自己的贼骨头没有2两重。实力才是周期转换的乱流之中最重要的锚点。虽然日本很有军事冒险的传统和意愿，但是以如今西方的态度来看，欧美都太需要稳住经济、保住选民了。日本真有异动，当年没开完全的那场军事审判，将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